快生了，宋依依买了各种哺乳遮羞布。老妈咆哮，家里只有你老公一个男人，买这干啥？宋依依抱胸大惊，我跟他不熟啊。的确不熟，大学4年没讲过3句话，结婚1年没见到3次面。预产期在即，陆昂你追到我老家来是几个意思？围观产褥期少妇的悲剧邋遢人生。陆昂抱着嗷嗷待哺的儿子，无奈先把宝宝奶喂了再吵。宋依依好想拒绝，嘤嘤。深冬夜间12点，阵痛到了每30分钟疼一次，时候差不多了。宋依依从床上爬起来，开始收拾东西。婴儿的衣服全部折叠好了在衣柜里，拿起来很方便。接着装上喂养用品、产妇包和自己的换洗衣物。3分钟收拾完毕，宋依依拎着出卧室，敲隔壁的房门，胸有成竹地镇定着。妈，我要生了，半小时疼一次了，可以去医院了。没几秒，刘素梅蓬松着头发打开门，吃惊地打量着闺女，半小时一疼，这么快？你等等，别怕，我收拾下。好。宋依依还是很淡定。预产期提前了整整半个月，因为做足功课，医院离家又近，她一点都不慌。下午小小隐痛开始，她能忍受，一直忍到半小时一次，确定要生产无误了，才去敲刘素梅的门。毕竟是个要带求离婚的女儿，能省事就省事点吧，娇气只会惹暴躁的老妈跳脚的哇。可意外在去医院的路上发生了。阵痛直接从30分钟跳到5分钟一疼，来得十分迅速，要生的节奏了。医院在小区对面，过了马路就是。宋依依却走不动了，一走下面就坠疼，坠得她头重脚轻。毕竟是第一次，她慌了。妈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去医院啊！刘素梅恨铁不成钢地扶着宋依依往前走。冬天的深夜，雾气笼罩，寒气嗖嗖的，沉睡中的小区万籁寂静。母女俩人蹒跚在空荡的小区里，看上去十分可怜无助。刘素梅自己可怜不要紧，可依依凭什么受苦？辛苦把女儿养得又高又大，好日子没想到，直接给她来了出奉子成婚，又带球闹离婚的戏码。若不是孕妇，刘素梅恨不得每天敲她100棍子。更可恨的是陆家，给他们家生孩子竟然不管不问，难道他鬼门关走一回生下的女儿就是给他们这么糟蹋的？刘素梅越想越气，停了脚步。宋依依奇问：妈，你拿手机干什么？打110。刘素梅看着一脸包子样的宋依依就来气，怒道：打电话给你丈夫，自己老婆生孩子，他人呢？岂有此理！说着就是一通乱按。好家伙，竟然把陆昂的号码给背了下来。等等，不要按出去。可晚了，手机屏幕亮着，显示接通。宋依心跳瞬间280了，她本能的抗拒陆昂知道自己要生了，最好让他在美国做一辈子的基因研究，永远不知道孩子出生了。可事情与他想的南辕北辙，只听刘素梅惊吼了一声：你到大门口了！宋依直接不好了，谁到大门口了？接着因他所惊，小区大门进来一辆车，2束猛烈的灯光打到了他的脚下，亮黄又冷酷的，在寒冬的夜深人静里，那辆车在他面前停下了，嗡嗡的细腻引擎声显示这辆车好的不该出现在这种安置小区里。他觉得那位司机的脸有些眼熟，不会那么巧吧？宋依依望车，再望沈勇的召唤沈老妈，仍抱侥幸。那人谁？你丈夫，孩子爸，陆昂。宋依依顿时万念俱灰，连阵痛都可以忽略了，因为有一种痛是陆昂给她的，疼痛指数远超过生产之痛。上次见面是5个月前，再见面她竟然要生了。整个孕期就9个多月，她身为父亲、丈夫，只出现了3次，确诊1次，结婚1次，然后就是生产了。虽然这婚是一夜情后种下的果，但好歹不能这么打脸啊！孩子又不是他一个人造出来的。
宋依依一时悲从心来，垂下眸看冰冷的地面，同时听到车门带上的剧烈声。他下来了，妈！清冷的低沉男音如冬天的雪花，连声音都养着大家族的高贵。宋依依这只蝼蚁显得更加渺小。别喊了，赶紧把人抱去医院，把我压死了。亲妈妈！宋依依胖得垂下脑袋，都看不见自己的脚尖，更不敢看走过来的陆昂了。隐约瞥到他上身那件帅气的黑色皮衣，平整的没有一丝褶皱，那光而软的质感也在嘲笑他满身多余的脂肪。依依，久违的磁性男音，略微透着着急，可能是急着跟他儿子见面吧。宋依依眸子垂得更低了，瓮声瓮气的一声应，完全辨不清他此刻的情况。陆昂半夜赶到这座陌生的小城，到小区大门，接到刘素梅电话，宋依依要生了，巧得惊人。下了车就看到她弯着身子痛站在寒雾里，画面十分扎眼。他庆幸赶得及时，连忙下车到了她面前，她却垂着脑袋，状况不明。陆昂双手顺势握住她两边的肩膀，他被动地抬起头，终于看清了女人的脸，十分的白，嘴唇咬得带着印子。他的心发紧，问他：“我抱你走，可以吗？”宋依依恍恍惚惚，犹在他熟悉又陌生的英俊脸庞上发愣。这人是她老公吗？想伸手只戳戳他的脸颊，看下可真实，却不敢。他连他的手都没好好牵过，因为隔着陆地和心脏上的两道大洋彼岸。宋依依眼眶红红的，在昏暗里也看不出来，多亏了深夜，才没有让他更狼狈。感受到肩膀两侧他的力度，明明阵痛一波又一波，痛不欲生，心房却奇迹地被陆昂稳住了一样。面对这陌生的归属感，他躲闪着，顺着刘素梅的话说：“你可能抱不动我。”陆昂皱眉，微无奈：“别开玩笑。”“什么玩笑？”他中的玩笑，还是质疑他能力的玩笑？显然是后者。宋依依重量不轻，尤其是骨架大，1.73米，又挺着个超大的肚子。这份量，陆昂不但把她抱起来，还抱得非常稳，步伐快，转眼就穿过了马路。医院近在眼前，寒夜的风被他的胸膛阻挡了。宋依依贴在那副结实的胸膛里，能听到他的心跳声，犹自不真实。想问他为什么提早回来了？封闭实验结束了吗？是来抢孩子的吗？可实在好痛，没有精力问了。到了医院，陆昂来不及找路，怀里的女人咬着唇痛的无法说话的可怜样子。他转头问后面的刘素梅：“妈，妇产科怎么走？”声音带着喘，是急的。刘素梅拎着2个大包，一路奔来，脸不红气不喘，直接上前带路。左拐8楼。陆昂跟着刘素梅往妇产科而去，走廊里冷风嗖嗖，宋依依却是一脸的汗，突的哎呀叫了起来：“要掉了，要掉了！”陆昂紧紧了手臂，奇怪自己并没有把它弄掉，惊疑问他：“哪里掉？不是他人掉了呀？”宋依依指着自己坠长的腿间，痛呼着大叫：“下面要掉了，孩子要掉下来了！”什么叫孩子要掉了？前面的刘素梅立即一个巴掌盖过来，说什么乱七八糟，不会说话闭嘴。宋依依耳朵被打得嗡嗡响，泪眼尽生了。陆昂心里不是滋味，明白刘素梅要教训的不是宋依依，而是他。那双黑眸沉了沉，把替自己受过的女人抱得更稳，快步往楼上走。到了产科，护士直接引他们去了待产室。空旷的房间里排了7、8张床，孤零零的只有宋依依一个产妇。陆昂对这里完全不熟，这家小医院甚至连丈夫陪产的项目都没有。她很难受，皱着一双细细的眉，脸色发白，满脸是汗。此刻她没有漂亮的笑容，也没有健康的肤色，和之前在操场上一掌拍球绝杀对手的飒爽女人完全不一样。心中计算着这段情如何偿还，好像怎么也还不清。
陆昂转头望他时，眸光里一片深邃沉静，像漆黑的潭。宋依依望进那双沉静的黑眸里，心里想着羊水栓塞的新闻，她害怕顺口就对他说了出来。若有个不幸，这是我们最后一眼了。刘素梅一听这不吉利话，立即就扣着盆子招呼过来。宋依依被打惯了，她本能地闭上眼睛，不想被那股阴风刮到。可等了半天，阴风没来，她睁开眼睛，随即看到一张放大的英俊的脸庞在自己的上方。她眼花了吗？陆昂竟然帮她挡了一记残杀，不但为她挡了，还一声不吭的十分有涵养。刘素梅心里好过了些，怀孕9个多月，只露了3面，总算还知道为她闺女挡挡，否则这女婿真不待见了。心里这么想着，一边对口无遮拦的宋依警告：继续乱说话，你的月子我不伺候了，爱找谁找谁。陆昂把丈母娘的教诲放在心上，伸手只碰了碰宋依依的鼻尖，她的鼻尖有点凉，在外面冻的。这个动作显然让她吓到了，一脸戒备地看着她。陆昂僵硬地收回手指，眯眸看着她：我会一直看着你，别怕。宋依依傻傻点头，眼眶有点红红的，还沉浸在她刚才小小的温柔举动里。她心情好了点，打起精神作战顺产，自己选的路，躺着也要爬完。陆昂不忍，加油！你快出去吧，医生要内检了。不想让他看见自己隐私暴露的一面，可他真要出去了，高挑的背影即将不见。宋依依顿时郁结，大喊了一声：你别保小不保大呀！陆昂的脚步顿停，差点踉跄。女医生在后面狂笑：没有保小不保大的说法，一切都以产妇为主，你电视剧看多了吧？宋依依出身 A 大体育系，台球健将，体格条件特棒。她坚持认为自己可以完美顺产，不能给体育系的女生丢人。躺到了产房，在医生的指导下，她信心十足地大开马力了。40分钟过后，英英，我不可以不生了？女医生撸着皮手套，威胁加恐吓，笑道：不生可以呀，那就顺转剖，立刻推到手术室切一刀，完事儿。顺到这里再被开一刀太受罪了。宋依依受到了惊吓，再也不敢多想，立即全力以赴。女医生加油鼓劲：很好，继续，宝宝要出来喽，别又没劲了呀。你快点爱，这样孩子要憋到哦。她也想快啊，这么大开着给人围观很崩溃好吗？宋依悲惨的眼泪往下掉，女医生还下狠手，站在台子上压她隆起的肚子，一边压一边叫她用力。你怎么不用一个试试？她疼痛难忍，忽听到助产护士拿了剪刀过来。出不来，我给剪一刀。女医生正要点头之际，宋依依大叫：啊，不要侧切，下面会松。她和陆昂才做过一次，还没好好开发过底下，这么一剪刀下去，松了就无法挽回了呀。那你倒是生呀，孩子本来就不大，怎么卡得那么紧啊？还不是你力气没到位？宋依依一急，立即神力附体，双手死命地握紧产床，伴随她极其痛苦的叫声，孩子终于咕咕落地了。卸货的那一瞬间，宋依依感觉自己如飞升了那般轻松，什么疼痛都没有了。当孩子被女医生抱出来的同时，她想的也够惨烈，完了，肯定要松了，5斤多重的宝宝从那里面出来，能不松吗？孩子在哭，宋依依也在哭。英英，回去一定要多做运动，争取恢复从前的紧致。男孩5斤6两，来，给妈妈亲亲。医生把孩子抱过来，宋依亲了下那皱巴巴的小家伙，凉凉的小脸蛋，他用手指按他的小脸，很软，恭维他长得还算白皙。至于其他，真的很不像陆昂的儿子，有点黑黝黝的。他破涕为笑，再次亲了下他辛苦生下来的小宝贝。医生把宝宝抱出产房，他还要躺在这里观察半个小时，好累，却没办法合眼，想着陆昂就在外面抱着宝宝亲，心里就难过。父子是天生的父子，夫妻却不是。
何况他和他之间根本没有感情，以后的路怎么走谁也不知道。但肯定的是，他想离婚，在产褥期法律上就不允许。大概没有人像他这样在产房躺着想离婚的事情了吧。宋依依纠结地闭上眼睛，心情糟糕，爱的人近在眼前，却那么遥不可及，像个陌生人，连生产后的狼狈样子都不想让他看到，好像陆昂还是从前 A 大的神话，她只是一个小迷妹，一举一动都不想在男神面前丢脸。这哪像夫妻？凌晨3点多，医院冷清的，安静的。陆昂颀长的身影站在产房外的走廊里，身上的外套脱了，粗花毛衣是藏青色，在暖色调的产科显得格外挺拔俊目。他的眉头拧着，再次看手表。护士出来喊了一声：“宋依依家属。”终于出来了。陆昂松了一口气，立即上前握住那张推出来的床，眼眸焦灼床上的女人。宋依依不太好看，甚至看不下眼，整个身上都汗湿了，黑长发散在白色的床单上，半湿透的像洗过头没吹干，白皙脸颊上贴着弯弯曲曲的发丝，有点狼狈。他伸手过去，把湿透的发丝全部理到他耳后，手指到了耳垂，发现那里异常的红，还有脖子、胸口都发着红，隐约有红点疹子布满了他的胸口，应该是用力不恰当在产程中震出来的。胸口下盖着薄薄的被子，小腹不再隆起，有血腥味布满了他的鼻腔。陆昂的心抖了下，黑眸里的光翻江倒海，涌了又涌，最终收于暗处，什么都没提，从他耳后抽回手，推他往病房走。宋依依微侧头避开顶上晃眼的灯光，看到陆昂的刹那，心一下子就被哽住似的，忍不住想哭。他做事用手挡灯光，盖住了双眼的狼狈。我妈呢？声音哑了，生产时嗓子费了太多力气。看着宝宝，时常有新生儿在医院被偷的新闻，的确要看着。他放下手背，感觉情绪好了一点，可以面对他了。然后对上那双黑眸，才看清了他眼底，深邃像海洋，而且毫无回避地迎着他的视线。宋依依心莫名软了下，感觉被覆盖进了他的网里，情不自禁问他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实验结束了？”陆昂看着他：“你提前了半个月。”是的。轮子在地上滑了个弯，进入病房。宋依依立即觉得到了春天，房间里的暖气热得她又冒了汗出来，里面一片热闹，有3张床，都住了产妇。她半夜声的显然把另2家吵醒，大人说笑声和孩子哭泣声交叠，在深夜里还有点亲切的意思。宋依很快亲切不起来，要从移动床转移到固定床位上去，虽然没有侧切，却逃不了轻微撕裂的命运。缝了几针，他整个下身都不敢动，更遑论从这张床移动到那张床去。有点想念在 S 市，陆昂妈妈带他看的高级孕婴中心了，那里显然比这个小县城的县医院强上万倍，至少不要他爬呀。陆昂一直俯身靠在他的床边，轻声鼓励他：“我抱你上去，搂着我。”不可能一直赖着。宋依依听他的话，伸手搂住他的脖子。陆昂一手抄进他的后背，一手抄进他的腿弯，慢慢的抱起。人离了床，刘素梅见机立即让护士把移动床抽走。宋依依闭着眼睛，呼吸急促地缩在他的肩膀上，意料中的疼痛没有来。他的动作十分轻，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，近一点没拉扯到他身下的伤口，有点神奇地睁开眼睛，随即看到他近在咫尺的侧颜，竟然离得这么近，宋依依的睫毛可以刷到他的皮肤。放你下来了。陆昂的声音很温润，慢慢地提醒他下一个动作，像航站楼播报站点的小哥，温柔地对待所有人。宋依依被温柔对待着，缓缓落到了床位上，先是臀、背、头，再到脚后跟，最后慢慢地到大腿。陆昂的上身弯得很低，紧着毛衣的坚硬胸膛几乎贴着他的胸。他往下睡，他也往下虚压，
等宋依依躺平时，陆昂几乎也趴在了她的身上，所以她才不会疼，因为两人连成一体了。我把手抽走了。他提醒这个动作时，气息几乎喷到宋依依的脸上。宋依依点点头，额头还擦到了他的下巴，他的心忽地咻跳了一下。挨得那么近，这么亲密，也太陌生。宋依依和他最亲密的就是一夜情，那夜没有开灯，黑暗如幕，除了做就是做，动作过猛。第二早上出酒店，他走不动路，回去时发现下面皮擦破了。那天晚上的陆昂和现在温柔的样子相去108000里，一点不温柔。宋依依的脸突得红了，室内的热气太厉害，另两床的产妇纷纷盖着厚被子，她也把自己埋进被子里。不热吗？陆昂单手撑在她的床侧，一手还捏着被角。宋依依听着他磁性的低音脸更加红了，心想一个人床上和床下的差别咋那么大呢？刘素梅安抚了孩子，终于有空来看女儿，二话不说就夺了陆昂手里的被角，给宋依依一顿严密的死盖，一边对他笑说：去看一眼你儿子，长得像你。谢谢妈。陆昂道了谢，深深看了一眼偏着头的宋依依，才去看孩子。小家伙用襁褓包着躺在小床里，安静地含着细细的手指，饱满的小脸被羊水润得白白的。从产房出来，他只瞥了一眼，即被护士抱走了。现在仔细一看，长得吗？陆昂突地扬起唇角笑了，明明是像妈妈。他回头看宋依依，随即发现她也在看他，两人视线对上，都是一愣。陆昂放了孩子的手，起身去看看他有什么不舒服，岂料刚走了2步，宋依依立即慌着对他发声了：陆昂。陆昂皱眉看向他躲闪的眼神。宋依依十分不舒服地握着手心，要憋不住了，好胀好痛，一脸红晕的。你能不能出去一下？我要上厕所。陆昂一时没转过来，他出去和他上厕所有什么联系？过了几秒，才在他通红的脸色了悟出端倪。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，眸光直直地凝视着他，紧绷地问：不要我扶你进去？宋依依拼命摇头。卫生间到床位有7-8米，仿佛刚才从床与床之间都移不过来的人不是他。此刻的他英勇又无敌。我可以的。幸好其他2床的人都睡着了，刘素梅也去了外面倒水，否则这对夫妻一方上的厕所还要叫另一方避出去的奇葩相处模式，一定引出八卦议论，连孩子都生了。陆昂脸色不变，眯着眼眸，等妈回来。你憋不住，我憋得住。宋依依立即喊了出来。陆昂眸子又是一暗，彻底收了声。陆昂长得好看到什么程度呢？他是 A 大生物工程系的学神，但每次运动只能来偏僻的体育系，因为女生少，受到的干扰少，所以就这么被宋依依给撞到了。宋依依花痴他到什么程度呢？整个大学4年没有打扰过他一次，他发挥着体育系的精神，强追猛打太没格调，他爱在心里。一个马拉松跑下来，累得要死，在脑子里想一想他在阳光下流着汗的英俊脸庞，马上能充足电复活。也不管他有没有女朋友，有没有喜欢的人，他喜欢他是他自己的事，有点柏拉图，但十分快乐。事实证明，一直柏拉图就好了嘛，痴心妄想的结果就是现在受死罪。结婚前，他和她也仅限于毕业典礼醉酒后的一夜情，其他时间连3句话都没超过。2个月后，后知后觉的宋依依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明明带了避孕套的，多方周折要到号码打给陆昂，问他怎么回事，他的答复很直接，避孕套破了。那晚2人做得厉害，满是狂乱，枕头中羽毛都飞了一地。他没有及时发现避孕套破了很正常，所以他们之间有了小恶果。陆昂出身 S 市名门，家里一个车库比宋依依家拆迁分的3套房都贵，门不当户不对，恰逢老天给了宋依依幻想，
陆昂的奶奶弥留，一直想见长孙成家，他理所当然地被陆昂求婚了，带着球去看老人家，更是喜上加喜。奉子成婚后，陆昂任务在身，回了美国，一直在研究所待到宋一做4维时才回来过一次。仔细想想，除了一夜情，他和陆昂之间只在婚礼上牵过手，其他的亲密接触更是没有。怀孕时，他都没有摸过她的肚子，或者和孩子互动过。陆昂与他而言是个最熟悉的陌生人，若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他，宋依依实在做不来。卫生间的水流哗哗，空气有点冷，宋依依疼的手指都在发抖。她头抵在柳素梅温暖的肩膀上，一手抓着洗手池边缘，一手抓着妈妈的衣角，沙哑虚弱的起声：“妈，生我，你辛苦了。难道养你长大不辛苦啊？”柳素梅语气略硬，动作却很轻地给宋依依擦身，一边擦一边忍不住地关心她：“让医生插导尿管吧，我没见过顺产下来像你这样不能方便的呀。”可能是宝宝下来压到膀胱了，宋依依说话时眼睛闭着，额头全是汗。“妈，你别离开呀，我不想让陆昂照顾。”刘素梅听了哭笑不得：“怎么，把你半残的样子录给我看行，录给老公看还怕丑了？”宋依依低低的笑：“艰难的，所以说世上只有妈妈好，和老公借着外呢，怕他嫌弃我这副样子。归根到底是他没把陆昂当成自己人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来，在这小小封闭的卫生间让陆昂给他擦身这种活，他怎么回来的那么巧？在他曾经的体育系女神形象只剩体重没有女神的时刻，不是该以光鲜亮丽抱着孩子的辣妈形象登场，甩他一脸带屎尿不湿？瞧，没有你们家老娘把孩子养得可白嫩着呢，不是该这种画风吗？唉，一言难尽，产科真是个尴尬的存在。宋一正在床上休息着呢，医生呼啦啦地带着人过来，翻开本子一问：“通气了吗？”“什么是通气？”“某种暗号。”宋一一脸懵逼，然后望望陆昂，他那么聪明，也许懂医学暗语。陆昂拿着奶瓶，转头看向医生：“我夫人顺产。”“哦，是23床。”医生又转了过去，再翻本子，言辞浅显了些：“你放屁了吗？”“放了。”年轻的妈妈害羞嗫嚅着。宋一羞红着脸躲进了被子底下。陆昂听见了吧？一定听见了，多么尴尬呀！这么多人处在一个房间，还全是哺乳的少妇们。陆昂虽然一直处在里面非礼勿视，可那2位少妇完全敞开了搞啊！一会儿孩子一哭，敞开了胸襟就喂了起来啊！宋一早上洗脸，毛巾一拿下来，就看到白花花的一片奶，被小娃娃抱着啃，杂巴声香气极了。喂，好歹拉个帘子或者偏一下呀！可2家老公都不介意，任由自己妻子正面的摆着。宋一自己做不来，不能给其他人看，更不能给陆昂看自己哺乳。不过他还没有奶就是了，可怜的宝宝到现在都吃的奶粉。陆昂用他买的奶瓶拌了10毫升的牛奶，往那小嘴里一凑，小家伙立即带劲儿地咂巴了起来。宋依依离得远，看不清孩子样子，只看到陆昂面目柔和，慈父光环哗哗地闪瞎了他的眼睛。他一下子忘了疼，微有点幸福的感觉。医生就在此时又转到他这边来，开口很惊人：“初乳出来了吗？”宋依想被子捂脸，当妈妈的女人竟是一点点的被扫光了呀。她摇头，实话实说：“没有。”女医生皱了眉，把本子递给护士，过来就要撩她衣服。宋依还想着侧一下身子，避一下左侧2床人的视线，岂料女医生直接拎起她的下摆往上卷。早知道去是妇幼生产，那边可以订到 VIP 单人间。宋依依万念俱灰之际，忽的耳边响起一阵悦耳至极的帘子拉动声，1秒的功夫，她的床被整个罩了起来。宋依依偏头看到绿色帘子边正被一只手掌握着，隐约能看到手腕上的男性手表。陆昂的手和他的脸一样好看。宋依依放了心，躺着任医生查看。不一会儿，
一声痛，痛！啊呀！陆昂差点掀了帘子进去，宋一喊疼得特别真，听得他肌肉都扯了起来，紧绷着嗓子对着里面：“怎么啦？”啊！戛然而止的一声神奇的声音：“昏过去了。”陆昂被惊到，手腕一扯，帘子唰地张开，白色的病床映入眼前。凌晨休息清醒后的宋依依气色恢复了不少，早上还跟他要粥吃，才转眼的功夫，他闭着眼睛动也不动了，脸色白得像张纸。小护士小声解释着：“你太太乳腺堵塞，我们医生好心帮她揉了2下，她不经疼，晕过去。”陆昂恍若未闻，俯身到宋依床前，首先掀了被子看她的下身，白色的法兰绒裤上并无血红，伸手到她双腿间的床单上，也是干燥的。他发紧的心才松了些，没有出血就好。生命中总有些他自己搞不定的事，宋依依算是这一件，生孩子的宋依依更是头一件的头一件。陆昂把她的上衣抽了下来，手心软绵的布料又湿透了，总有流不完的虚汗侵袭她，还不准她碰，不准她拿毛巾擦，不管刘素梅干什么去了，都要等她回来上厕所、洗脸和换衣服。跟她见外也在生气，怪她产前9个多月只露面2次，直接做了县城爸爸。绿色帘子办公座中遮挡了左侧的纷闹，医生护士也退了出去，只剩他一个人大方地看着他。宋依秀眉皱着，脸上全是汗，连嘴上都有汗珠。陆昂用手指抹掉他唇上的汗珠，然后放到了自己的口中，苦咸的味道冲入口腔，是汗也是血的化身。陆昂闭上眼睛，债欠的深了。刘素梅煲汤回来，就看到陆昂守在宋依床前，一脸沉思的表情。孩子已经被喂得饱饱的睡着了，陆昂看上去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带起孩子竟然无师自通，抱姿正确，喂奶的姿势也正确无比。可能当父亲的一旦上手就是自带技能。妈！陆昂起身，让了空间给刘素梅进里面。依依又睡了。刘素梅把保温瓶放到了床头柜上。刘素梅摆弄着汤碗，满意地瞥了一眼床上的宋依依被擦得极为清爽的小脸，连头发丝都不乱地顺到了耳后。这个女婿其实人还不错，谦逊沉稳，丝毫没有夫家子弟的轻浮。可是他把女儿丢在陆家不管不问，让她大着肚子一个人在雪夜里逃回老家，心也是狠。刘素梅想到这里，心里发苦，自己亲手带大的女儿被婆家欺负，怎么也过不去。陆昂就算不知情，也不能轻易被他几声妈喊着就饶恕了。现在孩子生了，必须要为女儿考验考验她。月子里任何一个小细节都能看出男人是什么心。人老还操心，姑娘养得真没意思，生孩子在娘家，还带着丈母娘不讨喜的丈夫回来。宋依依也是本事了，不收拾几下，还真以为上天了。这一家3口，除了吃奶的那位，其他2个都欠收拾。刘素梅砰的一声放下汤碗，爆发了洪荒之力，床头柜嗡嗡响。陆昂出去倒水了，没有受到波及。宋依依在睡梦中感知了老妈的威力，被惊醒了。怎么了？地震了。睡梦中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她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果不其然，就是她的闺蜜加大表姐，正穿着大妈款橘红色格子厚睡衣，上下一整套，肥胖的，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眼睛，头发一把束在脑后，白皙的脸上正闪着诡异的喜笑，对着她。宋依依，你牛掰呀，真的顺产了。张楠。宋依激动地靠起身，把好友上下扫了一遍。你怎么穿着睡衣来了呀？还不是因为你生得突然，我洗了衣服，听我妈说你生了，擦了把手冲来了。我干儿子呢？在哪？抱去洗澡了，你坐。宋依把好友拉到床边坐下，还拿了颗橘子剥开给他。张楠接过橘子，环视整个环境。3家人一起住，男的女的小的老的，有点呛。张楠又老话重提。
自找受罪，在陆昂家高级育婴中心给你躺着，孩子金牌月嫂带着，到临产了还跑回家，在这家小医院受罪，作罢你。自从回了老家，宋依依每天都被身边的人打击，她习惯了，小声的辩解，那边不自由。张楠性格直咧，张手就戳她脑门。哦，不让你给孩子起名字就不自由，就因为个名字你就跑回娘家了？他家老人都在呢，陆昂是长孙，长孙的第一个孩子轮得到你起名字吗？宋依依结婚不到1年，快生了跑回娘家，算是一件丢脸的大事儿，全家族都在讨论她。宋依依心里藏不住事儿，嘴巴松，一打听回家的导火索竟然是因为陆家不喜欢她给孩子取的名字，她取陆宋，小名陆小宋，婆婆觉着不大气，要按班辈来，3个字，中间带问字。宋依依不甘了，自己肚子还不能自己做主，一个大风雪的夜晚就收拾东西回娘家了。在张楠看来，宋依依纯粹吃饱了撑的娇气，娇气的结果就是被冷落。回娘家1个多月，陆家半句话没问候，让她自生自灭，给点教训的意思呗。宋依依被戳的脑门疼，闭了身子不给他碰了，一边沙哑地说，不是名字的问题，他们看不起我，不给我正常说话的权利。因为出身不是名门千金，连家里的老保姆都过问自己每天该穿哪双鞋子才能上得了台面，这些宋依依还不敢和外人说，有些丢人。更难过的是，让她决心离开的原因是陆昂妈妈和爷爷商量满月酒，请客名单都定了 S 市的著名菜馆，却没有她娘家一个亲友在列，更别提那些大学里的好同窗们了。因为结婚的仓促，没有请他们，满月酒再不请会失去他们，比如张楠。或许在陆家看来，穿着大妈款睡衣出门的张楠上不了台面，可在宋依依心里却是无比珍贵的情谊，因为没有几个人会因为听到你生了，连外表都不在乎就冲来看你，就是有点啰嗦。好吧，现在你在娘家生了，叫陆宋就陆宋吧，我去，听差了还以为是地和，低和，地和，低和。宋依依差点饶舌歌似的念了出来，什么意境都没有了。陆小宋好可怜。埋汰完干儿子的名字，张楠继续不依不饶，你说你当初为什么嫁？宋依依举白旗，我脑子进水了行吧？所以你现在带着孩子离开，对孩子负责吗？说到痛处也是关键处，宋依依硬气地反击他，如果荣华富贵是负责，却没有温暖，那是什么好责？结婚1年，宋依依没有见到过公公超过3回，至于婆婆是大律师，更是强硬不容他人一丝言语之地。陆昂是被保姆带大的，所以这个保姆在陆家横着走，对宋依依更是如此，堪比一个小婆婆，却没见得陆昂对那位感情有多深。亲情之间如此冷漠，宋依依看清了才决定离婚，反正陆昂对他们母子也是不管不问。张楠看宋依依神情悲痛，就没再谈这些话题了，咕哝着打着岔，反正你厉害，不知道我们这种挣扎在一线的职工之苦。刘素梅此时拎着汤包进来，楠楠来了啊，二姨。忽的，张楠想起什么，一惊，望宋依依，谁抱孩子呢？宋依依这才想起来，告诉张楠，陆昂回来了。张楠橘子没拿稳，掉了，眼睛放大，要飞出镜框。你家高贵 A 大学神阴气逼人，钱财扑身，你丈夫我干儿子亲爹之陆昂回来了。是的。宋依依被逗笑。张楠突地来了句，我得赶紧走。为什么？宋依依傻眼，干儿子还没见呢。未见你，我穿着大妈睡衣大妈保暖鞋初次和陆昂见面，你要愁死我。干儿子下回见，滚走了。张楠风风火火地来，风风火火地走了。宋依依看着他乱窜的背影，笑出声。张楠之前参加教师培训，错过他的婚礼，也错过陆昂唯一的一趟上门，只在相片里见过陆昂，的确是初次见面。宋依依深吸了一口气，有点难过地躺了下去。
隔壁床的丈夫正和妻子一起看孩子乐，小孩子吃粮的杂巴声特别响，他的心里更难过了。自己喂母乳都要逼着陆昂，别提和他一起看孩子怎么吃饭了。而且宋依依母乳条件不足，刘素梅从她产后第一天就开始大补猪蹄通心草汤，喝的她没下多少奶，倒是不断的想往外吐。大妈就想给予孩子最好的，生产前宋依依决定母乳喂养，信心十足，现实却那么残酷，有些愧对宝宝，心情十分的糟。刘素梅把汤碗端了过来，一闻那油水味，宋依依就受不住了，拼命对老妈摇头：妈，我喝不进去，哪怕吃青菜也好。隔壁床的大妈立即过来人的强势经验喊了过来：产后不能吃青菜，肠子要烂掉哦。这老封建逻辑，宋依依啧舌。刘素梅虽没有那么老封建，却是不容置疑地执行着一道又一道产后下奶汤，尤其是看女儿奶水不足，更加的上心。小区一圈全部打听下来，能下奶的全部做一遍，累得半死。外孙还没吃到母乳，宋依依又一副不配合的样子，刘素梅心里来气，对着她一通教训：不喝也得喝。这些天我忙得脚后跟都不着地，晚上陪了夜，一大早菜市场买食材，赶回家做再送来，你大小姐还不领情，我前世是欠了你的呀。宋依依听了亲妈的骂，立即掉了眼泪下来。她也想喝下去，给宝宝充足的母乳喂养，可是喝了就想吐，难受的要命，而且喝了那么多也没有多少母乳，灰心丧气了已经。隔壁床大妈看到宋依依背着身子，肩膀在抖动，有隐约的哭泣声传来，立即上杆子的帮着刘素梅的腔：大妈喽，你娇气不行哦，哪能顾着保持身材就不管孩子死活呢？你看我媳妇，我做多少滋补汤通通喝掉，人虽然会长胖，可是孩子也吃得好呀，你吃它才能吃。大妈，您话真的好多。宋依依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也不知道自己脆弱什么，病房里一时就剩她的哭声了。然后房门被推开，熟悉的男生叫了一声妈，戛然而止了。陆昂带着宝宝洗澡回来了。宋依依把脸埋进枕头里，擦掉了泪水，身后的小床发出了响动，宝宝被放进了床里。接着她正不知道怎么收拾眼前的局势时，背后突地靠上了一个结实的男性胸膛，他正俯撑在她的床侧，挨得近，讲话间灼热的气息直贴她的脸颊。怎么了？宋依依摇头，因他的靠近尴尬又心慌着。陆昂皱着眉，看到他一脸的泪痕，转头扫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汤，正浓浓发白着，冒着热气，一口没动，黑眸暗了暗，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刘素梅坐在床尾，气呼呼的语气：大小姐长脾气了，我做的什么都吃不下。旁边大妈帮腔：小姑娘月子都忌口，哪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呢？陆昂一听这话，心里不舒服，眉头深深地蹙了起来，没有转身。他动了下，从宋依依的床边直起身，声音对着她，稳又沉的：想吃什么我都去买。宋依依觉得因为吃东西被骂很丢人，让陆昂看到更觉丢人，更不想麻烦他为自己买东西，于是坚定摇头，用哭过的嗓子回复他：我过会喝妈妈煮的汤。陆昂沉默着，深刻感受到了他的抗拒。房间里静悄悄，偶尔小孩子的哭啼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，依旧对着宋依依的背影：我办出院手续。随即离开。隔壁大妈不再说话了。这对小夫妻相貌出众，男人更不是本地人，一身的气度不凡，只是相处有些玄妙，哪有妻子生人，从头到尾只是妈妈服侍的，男方家人呢？半点没路。刘素梅等陆昂走了，才转到宋依依背后，一语戳破的低声着：你在陆昂那受委屈，跟我哭什么？一句话，宋依依眼泪狂流。出院结算窗口只有一个男人在办，漂亮的女会计不慌不忙地整理着他递过来的各种单证，一边悄悄偷瞄帅哥。男人在打电话，
也不慌不忙，黑色的眸子半眯着，随意地瞥着地上的阳光，耳边是他母亲强干略有些霸道的声音：“什么时候带着孩子回来？”陆昂把医保卡递给窗口，声音低沉：“这边空气好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那边讶异，沉默了几秒，似乎在猜测空气好的含义。陆昂开始在单子签字，耳边才有了动静。孩子起名字了？起了。那边有了笑意，叫陆问什么？陆昂勾起唇角，挥笔签字。陆颂，小名陆小颂。清晨，冬天的寒雾渐渐被阳光穿透。熬了4天，终于出院。宋依依穿着纯白色及膝厚厚的长羽绒服，脚上一双到小腿肚的雪地靴，裤子还是运动款的夹棉裤。穿成这样，刘素梅还不依不饶，说她讲究漂亮，穿修身羽绒服，产后就该穿着东北款大棉袄和大花帽。宋依依在意形象，毕竟和陆昂快半年没见，弄得邋遢会有点自卑。黑色的奔驰转了弯，停在台阶下。身材颀长的男人从驾驶座上下来，绕到后座，给抱着孩子过来的刘素梅开了门。等祖孙俩坐上去，宋依依还愣在风里久久不动。她低头正在看单子，入了迷，连车到了都没有注意到。大大的羽绒服帽盖在头上，帽边一圈棕色的水亮皮草随着小寒风摇动。陆昂怕风吹着他，从副驾拿了一条围巾过去给他围住。宋依依微低着头，不敢看他的眼睛，手上的出生证明火辣辣的烫手，上面陆昂的字迹苍劲有力，宝宝姓名陆颂。怎么会是陆颂？终于忍不住惊问：为什么叫陆颂？不是该陆问什么的吗？你取的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宋依依急了，呼吸乱乱的，是我取的，可是被妈妈爷爷否定了呀，现在为什么又叫陆颂？你生他，他的一切你做主。随意又天经地义语气，没有因这个问题在风口讨论的必要。陆昂扶着他的肩往车边带，上车，别吹风。宋依依心中有种疯狂的念头在涌动，陆昂在向着他，慢些。这句叮嘱带着热气吹在了他的耳垂上。宋依依耳朵发麻，不习惯他的靠近。车底盘高，上去需要跨个大步，刚生产完，身下面还疼，走路都是一瘸一瘸的。陆昂知道他的处境，一句体贴的叮嘱之后，见他的动作依旧缓慢困难，他直接靠过来，仗着身高的优势，把他横抱上了车。宋依依微僵地任他帮自己扣好安全带，尤其是安全带扣住他的胸时，感觉是陆昂在碰那里，突地，脸颊燥热，终究是带着隔阂看他，否则只是丈夫给妻子扣安全带，有何别扭的？医院到家路程短，只3条减速带就到了小区门口。浅蓝白涂料刷着的小区，一栋栋简单矗立着，熟悉的小饭店出现在眼前。那晚他就是疼在这里走不动路。陆昂心有余悸地从饭店门口开过，往里向左拐，到了他家楼下了。陆昂暂停往前，单元门口正铺着一长条的火红炮竹，见到车来，立即噼里啪啦地轰鸣了起来。刘素梅笑着给宝宝捂住耳朵。S 是禁止燃放炮竹，怕陆昂奇怪。宋依依小声解释，我们家乡的风俗，宝宝初回家点炮庆祝，红火万丈的意思，小地方都这样，习俗多。陆昂等炮竹炸完，世界安静，转头看宋依依，唇角勾起，入乡随俗，不用怕我不习惯。宋依依立即就被他唇角的笑纹弄得心乱跳了，他怎么忘了？陆昂是一个极其谦逊有礼的男人，与其他陆家任何一个人都不同。两人下车后，楼下的邻居、叔叔大妈们全都围了过来恭喜。这些人穿得不时髦，衣服也不高档，有些人唇上被冬日的风吹得掉皮着，形象也不多好，谈吐更加接地气了，不像陆昂家一开口就是先生女士的。可他温和又善良地和他的世界打了招呼。宋依依低头看着斑驳的路面傻笑，心情一瞬间的就扬起了。
刘素梅开心至极的和邻居们寒暄完，抱着小外孙上楼了，也不管3层楼梯对刚生产完的宋依依难不难，反正有陆昂操心。陆昂把坚决要自己爬上去的宋依依扶上楼，再折返下去拎住院的几大包东西，走了2趟，最后一趟只有一个薄棉被，上楼时却被一个抱着箱子的快递员堵在了后面，箱子看出来很沉，小年轻的男快递员左手腕包着纱布，受伤状态下有点吃力地往上走。陆昂沉了沉黑眸，出声：“我帮你。”小哥早知道自己后面有人，有点丢面，对方要帮忙，他十分坚强的豪气婉拒了：“没事儿，真不用，这属于自我锻炼，考验意志力的时候，大哥你人挺好。”陆昂眯一眼：“宋磊。”小哥受到惊吓，谁用这么低沉又男人的声音叫他？转身一看，一张比他声音更好听，呸，更好看的脸出现在了宋磊面前，这样貌怎么和宋依结婚照上的某男一模一样啊？宋磊眼睛珠子突地瞪了出来，认出他来，张嘴没把门，幸好刹车了。陆姐姐夫，你还有恕姐夫？陆昂勾唇一笑，2步上前，搬过那个箱子，长腿往上跨，把被子拎上来。是。宋磊第2回看到陆昂，上次在婚礼上匆匆见了一面，连2句话都没说到，他竟然还记得自己的名字，被高大上家族出身的姐夫记着。宋磊心情好极了。宋依依在房间里就听到外面传来的热闹，这么精力无穷，一定是宋磊无疑了。只有化学专业的他才会对搞基因的陆昂这么感兴趣。不用说，这个小舅舅一定连侄子都不看了，一准粘着陆昂问东问西了，正好给他争取了时间。宋依依关好房门，迅速脱了羽绒服上床，和小家伙躺在一起，卷起内衣，用侧躺的方式为陆小宋母乳。虽然母乳一直很少，但绝不能停，只有越吃越多。宋依依一边紧张兮兮的喂，一边时不时地看门口。乖，趁着爸爸不在，赶紧多吃，他来了，你一口吃都没了。这话奇异的厉害，宋依不争气的被自己搞红了脸，又想到晚上要和他同睡一个房间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家里是2室2厅的格局，老妈一间，他占了大主卧，空间还蛮大的，摆了一张1.8米的大床，床尾放着宝宝的5斗柜和一个矮电视柜，没有独立卫生间，原先有的，只不过被改成了内进衣柜，用移门隔着。在医院，人家老公都是和老婆在一个病床上挤挤过夜，可宋依和陆昂都是大体格，挤不来。陆昂每晚都只在椅子里闭目，长腿架在凳子上。今天回到家，宋依好想叫老妈陪睡月子，可一想女婿睡丈母娘房间不太妥当，所以只能忍痛默许夫妻同睡的常规事实。结婚后，陆昂住在家里的几晚，2人都是一张床，2床被子。那几晚宋依过得生不如死，伤心得不到老公的拥抱，伤心到后来直接就抗拒了他的靠近。那话说得好，近乡情怯，他是近陆昂情怯。思思，宋依依欲哭无泪地把小家伙放开，低头看到自己的胸上的那嫩点，母乳妈妈好辛苦，刚开始时都会被孩子咬破，红丝丝的疼着，真不知要熬到哪时才能顺利进行母乳喂养。比你爸爸坏。宋依依气得刮了下陆小宋的鼻子。客厅里，宋磊送来的箱子被打开，里面全是零散的木头，是宋依依买的铜床，需要组装才能使用。陆昂看着说明书，装起来也快。期间，宋磊一直用摇摆不定的纠结目光盯着他干活。和这姐夫只在结婚典礼上匆匆瞥了他几眼，当事人众多，就喊了声姐夫，就被陆家的气势给弄自卑了，再也无话。心想，姐姐嫁得真好，如此陆昂高高在上一些也值得了。岂料半年过去，宋磊放寒假的第1个星期，一个下雪的夜晚，接到宋依依的电话，说去隔壁市的机场去接她。当时深更半夜，宋依依的声音明显哭过，宋磊立即受不住了，拉上有车的蒋燕，奔着隔壁市就开去了。
到了那儿，宋依依可怜的在星巴克睡着了，身边空落落的2个行李，喊起来一问，她说要离婚了，婆家待不下去，丈夫长月不归不问。自此，宋磊对陆昂印象差极了。但神奇的是，隔着距离，宋磊可以任意想象陆昂是如何的冷面兽心，一见上面了，立即觉得他谦逊有礼，可亲可近，那双在实验室里拨弄千军万马小细胞的手装起小床来接地气得很，还以为陆昂这样的有钱人，一离了佣人连饭都不会吃呢。尤其是知道他在美国的研究项目是万能基因，一个神奇又伟大的科学奇迹，如果继续下去，对于人类攻坚癌症有着极大的意义。宋磊是化学生，知道一旦实验进行起来，难免顾不着家，于是对陆昂更加宽容了，同时又想提醒他几句。姐夫，陆昂装到床架，用了力，闷声应了一声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宋依依很受男人欢迎的。神秘兮兮的口吻。陆昂点头失笑，开始上螺丝。宋依依怀着大肚子回来，我们这儿有位大老板对她穷追不舍，抢着要做孩子干爹，甚至保证若是我姐愿意，直接做孩子的爸呀。这事儿半个区的人都知道，我没说假。宋磊没想把事情闹大，所以说的粗略，隐姓埋名的。陆昂继续上螺丝，黑眸不易察觉地眯了眯。蒋燕。宋磊一口酸奶喷了出来，心下叫完蛋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只是想刺激下陆昂，他怎么就猜到是那个男人是蒋燕？后悔不爹，然没有后悔药。宋磊突的不想再跟这个姐夫讲话了，太恐怖了，没法聊天了。姐夫，我上班去了。陆昂低声笑，不看孩子了。我下次再来。说着，飞毛腿似的逃到门外，又死不瞑目地趴在门框上看陆昂。启问：你怎么知道是蒋燕的？陆昂眸色沉黑，带着薄淡的笑意。我和他同一个学校毕业。宋磊明白过来的点头。对吗？燕哥是宋依依师兄，听说在整个操场办了求婚仪式，半个学校的人都来围观，你应该也耳闻过。何止耳闻，乃目睹。陆昂面笑心不笑地把装好的床移到阳台吹，蛇身回来，宋磊已经跑走了，跑得挺快。宋磊大一放假在蒋燕的电子商务公司旗下做快递员，小子毅力非常，被箱子砸伤了手腕仍持续工作。宋依依在医院跟他说起宋磊时，担心的细眉紧皱，倒是丝毫没提他在蒋燕手下干活。陆昂拎起自己放在客厅的2个行李箱往主卧走，到了门口敲了2声，薄薄的合成门板内传来惊慌的席梦厮沙哑声。他眯着眸，想象到他在里面手忙脚乱理衣服的画面，心头一阵躁郁，突然间就想破门而入了，怎么回事？